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钱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路飞不做海贼当捕快的故事。在这个番外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，而且草帽团之间不熟哦。深夜，一个消瘦的身影在街上飞奔，随即躲进一个角落里，惊恐地望着外面。他的身后悄悄出现几个黑影，将他围堵在小巷之中。一群歹徒准备将这个女孩绑架回去。女孩抽出一把随身匕首，划伤了为首的男人。男人气急败坏，拔出佩刀，准备上前行凶。这时候，一个戴着斗笠的侠客从睡梦中被吵醒，他向几个歹徒索要食物。几个歹徒一看索隆一个人，看起来挺好欺负，于是一起上前对付他。索隆手持一根棍子，三下五除二便将歹徒放倒。捕头路飞和乌索普夜巡经过，歹徒们看见路飞后，立刻起身逃跑。索隆微微一笑，转身告辞。路飞和乌索普看到那个女孩受了伤，于是把她送到了娜美的饭馆，让乔巴为她治疗伤口。另一边，歹徒跑回老巢去向老大汇报，他们的老大就是小丑巴基。出于某种目的，巴基强盗团伙想要绑架女孩，没想到却被索隆给横插一杠。巴基看到手下空手而归，气得大骂。巴基很愤怒他想到了一个恐怖的主意，这个主意就是把索隆请过来，好酒好菜伺候，拉拢索隆对付路飞，然后趁机抢回女孩。然而索隆饭量实在太大了，基本上把全员的食物都吃光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索隆和巴基正式达成合作。女孩醒来之后恢复活力，暂时留在娜美的餐馆里打工。她只告诉乔巴自己叫微微，其他的什么也不肯说。路飞和乔巴来到娜美小餐馆，娜美招呼微微给二人上茶。微微看起来十分笨拙，端着2杯茶左右摇摆，最后成功的将热茶泼在了路飞和乔巴的头上。娜美赶忙让山治准备好吃的来缓解尴尬的气氛。微微端着剩余刺身哆哆嗦嗦，鱼头动了一下，微微吓得直接将刺身丢了出去。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微微的美貌很快在镇上传开，许多人慕名来到餐馆就餐，顺便欣赏一下美女服务生微微。餐馆的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餐馆的里面，娜美和微微忙得不可开交。食客们一边用餐一边悄悄地议论着微微的美貌。厨师山治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这些色狼实在是让人作恶，他跳出来和食客们争执起来。路飞则趁机将食客的食物偷过来往嘴里猛塞。一阵大闹之后，餐馆内一片狼藉，食客们都被山治赶跑了。娜美简直要崩溃，小餐馆又要亏损了。山治在一边十分得意，气得娜美大骂。路飞将餐桌上的饭菜往嘴里一丢，站起身称自己有个重要的约会，邀请微微一起参加。娜美是最了解路飞的，约会那肯定就是玩。路飞欢快着拉着微微在街上狂奔。屋檐下，神秘女子罗宾看着微微的背影，无奈地说：“真是让人操心。”路飞把微微带到桥边，和一群小孩比赛钓鱼。小孩吐槽路飞从来没钓到过大鱼，路飞很不服气。等了一会儿，浮标突然沉了下去，看起来是个大家伙。路飞兴奋地猛拉鱼竿，结果把一个破旧的木质手推车拉了上来，大家哄笑一团。路飞把鱼饵拿出来，让微微也来试试。微微看到蠕动的蚯蚓，当场愣住。在别人看来，微微似乎什么也不知道，比一个小孩的认知面还小。微微不服气，脱口而出说自己在城堡里的鲤鱼都不吃这种东西。另一边，乌索普大叫着跑进娜美的小餐馆，带来一张衙门内部传阅的类似通缉令一样的东西，上面的照片正是微微。山治和娜美根本不能相信，难道微微是什么可疑的犯罪分子？因为衙门并没有就微微的身份做详细说明，只是让捕头们秘密调查。乌索普推测说应该是国外的女间谍之类的人，甚至上去一脚把乌索普踢在墙上。傍晚，路飞和微微结束了钓鱼活动，和小孩子们挥手告别。然而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侠客索隆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巴基强盗团伙也围了过来。索隆吃了巴基的好酒好菜，自然要替巴基办事儿。现在他就是代表巴基团伙来绑架微微的。索隆话不多说，操起木棍冲了过来。路飞反应很快，用石手挡住了索隆的进攻。索隆弹开路飞，同时卸去了斗笠，3刀在手，冲过去就砍。路飞用石手迅速反击，索隆躲在一边，路飞的拳头随即跟了过来。索隆灵活地躲到一旁，路飞的拳头直接打中了看热闹的巴基。索隆躲在巴基团伙的人群中，不断嘲讽路飞。路飞一招机关枪将众人全部打倒。索隆不断在人群中穿梭，路飞一下子就明白了索隆的用意，将那些小杂兵痛揍了一顿。
巴基的2个手下趁机去绑架落单的薇薇。索隆用余光看到了那几个人的用意，使出一招百八烦恼，一阵刀锋掠过，将歹徒击落河中。这时候的巴基手下才反应过来，索隆根本没有站在他们这边，他拔出刀来攻击索隆。刀光剑影后，索隆将歹徒打倒，巴基咆哮着站起身来。此时他已经怒火中烧，不知道从哪里推出来一门火炮，势必要将路飞和索隆一并送走。巴基举着火刚要点燃大炮，突然身后长出了一只手，巴基吓得一跳，手夺过火把，反而将火焰引到了巴基自己的身上，火焰一下子燃遍全身，巴基尖叫着跳进了旁边的河里。巴基的手下也是够意思，已经重伤了，还想着把巴基从水里捞上来。一群歹徒灰溜溜的拄着木棍缓缓离开。微微转过头，看到坐在树杈上的罗宾，刚刚那一招就是罗宾花花果实的能力。但是微微看到罗宾后，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开心。乌索普和山治等人赶来，乌索普拿着悬赏令告诉路飞，微微是个大骗子。路飞好奇地转头去看微微，乔巴根本不相信微微会是坏人。微微很矛盾，要不要把真相说出来？这时候自己的家臣带着一群护卫前来寻找微微。原来微微是城中的公主，她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城堡，这一次只不过是想出来看看，于是偷偷溜了出来，没想到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微微换上华丽的公主服饰，惊艳众人。乌索普问微微，既然想要出城，为什么不让手下陪同呢？微微说自己的出走是绝对被禁止的，所以没有和任何人提过。巴基盗贼团伙也是为了悬赏令上的赏金，所以费尽心思来绑架微微。家臣听后激动的大哭呀！果然，微微出行就会碰到危险。微微告诉家臣，自己此次出行获益匪浅，结识了很多朋友，而且还学会了自己不会的事情，自己玩得很开心。身为公主肩负的使命就是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。几日之后的城堡内，侍卫们对微微的琴技赞不绝口。看来经历了上次的事件之后，微微的琴技大有提升。然而这个体态丰腴的微微其实是家臣假扮的。真正的微微再次偷偷溜出了城堡，跑出去找路飞他们玩乐去了。大家欢乐的嬉笑声将日常打瞌睡的索隆惊醒。索隆骂骂咧咧的爬起来，拄着木棍远去。晴空万里之下，捕快乌索普的叫声再一次响起，看来又有大事发生了。以上就是路飞当捕快的故事了，后续的剧情在主页里已经有更新了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